大家晚上好呀，真高兴能够见到大家，是不是？大家这2天过得如何？嗯，我相信今天能够上线哈，一起参加缠绕共识会的你，应该是平安无事啦。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身在台湾的人呢，共同经历的一个惊魂记，是不是？嗯。真的诶，我们需要画画押金，对不对？这2天确实哈，我自己也有惊到。那一天其实我还算醒了，可是在赖床，然后忽然间就天摇地动，就很害怕，真的是很害怕。尤其是我们有经历过921地震的这些经验哈，这个心理阴影都一直都在，真的是吓到。OK，啊，不过还好啦，我们有缠绕画可以让我们稍微平复一下我们的情绪，真的是很需要。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哈，就是有好多人都私信来关心，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啊，因为我的 YouTube 影片哈，有一半是外国朋友在看，所以有蛮多人外国人都来关心我们台湾同胞们哈，是不是都平安？其实我认识的人哈，有人有受伤，那这个是意外，这个没有办法。毕竟这个地震这么大，嗯。我们今天要稍微做一下那个顺序的调整哈，因为我想先要染色一下纸砖，那染色纸砖我们要等它干，所以会花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先请准备一张白色的方砖，然后呢，我要用的是水溶性的彩色铅笔哈。你如果要用水彩或者是其他任何可以着色的工具都随便你，我会用这一个然后再用水笔。我要稍微做一下染色，那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去把你手边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吗？我们先染色哈，然后等一下在它干的时间，我们再来做一些其他的分享，好不好？不一定要用几个颜色啦，我只是这一组哈，这一组的里面它是12色，那其中那个比较偏灰色的那2个颜色，我把它拿起来，然后这边有10个颜色，嗯，那你自己看你手上有的什么的，我觉得4、5个颜色也 OK，那我是比较随机，等一下我就是抽着拿，我也不去管它是什么颜色了。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来做瓷砖的染色。那你要准备一支水笔哈，这个等一下把它晕开啊。你如果是用其他的彩色笔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哈。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就准备好。我今天呢，想要画一个比较集中在中间的那个，有点像是一团东西，我也不会形容反正我要着的颜色就是在这个画面的中间，大概是有一团，有一点像圆形的不必真正是圆形哈。那我今天用的这一组彩色铅笔呢，它的特色就是，它遇到水就很容易晕开然后它有一点点带灰，它是有一点莫兰迪色系的哈，所以不是像标准颜色那样子的鲜明。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气质的彩色。你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我这边没有特别的要求。那就是稍微的随便涂一下。我其实你看我真的是随便拿的哈，就这样子的加一加以后呢，等一下要把它晕开。然后就用水笔哈，把它晕开。当然啦，你如果说方便的话哈，就用那个吹风机去把它吹干也可以。那因为我在进行直播哈，比较不方便
逃开，不然就要把你们丢在一边。OK，我今天拿到这张纸哈，它吃水吃的比较厉害，所以那个笔的痕迹会非常的明显。那没关系，就让它这样子，无所谓。哦，我已经加了非常多的水了，它已经吃到那个纸里面去了。好，哦，就这样子，然后让它干，在等它干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我在过去的10天哈，我做的哪一些的创作。那先来看一下哈，我这几天有画了一些东西。其实我在忙，YouTube 的会员课，哦，所以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嗯，这一张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哈，这是一张灰砖，这个已经分享的影片了，那我就不多做介绍。OK，那这一个的话是，嗯，这个的话，这个是大的 Life 砖，哦，就大张的。那这边旁边哈，是用了，Maria，因为 Maria 她之前有中风嘛，所以她2只手都，不能自主的行动哈，所以她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做复健。那在 Project Pack 23的第7天的影片里面哈，我看到他亲自在做演示哈，我就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是流下眼泪啊，都哭了。因为毕竟是认识的人哈，然后也知道说画画跟写字是他的最爱，然后他等于是缠绕画的灵魂人物嘛。那看到他现在握笔的手势是比较奇怪的哈，然后他的手指头关节哈也都比较肿大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他在复健的过程中一定遭遇到蛮多的困难跟痛苦。所以我很深受感动。哦，那他教了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网络语片段，那我这边这几个哈，就是按照他所演示的这些图样，这2个不是哈，那就把它画进去，也算是对他致意吧，希望祝福他能够越来越好。啊，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画细致的阴影什么的，可是我相信以他的毅力，一定能够很快的继续复原，真的。好，那这一张是 Five 砖，这个有点难念哈，Five 哦，它就是5英寸的。那就再顺便看一下，这一张也是 Five 砖哈，Five 砖这个应该我昨天画完的吧。哦，我就是画出一个心形的形状。那我下周，本周日开始哈4月份的线下共识会就是会以 Five 砖出体验，哦，就来，让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 Zentangle 的新的官方纸砖，哦，它的一些细节的地方。还蛮好玩的。哦，那就谢谢大家，已经额满，而且还超额招收啊！有人来约的特别的日期一起来上这样子哈，就是很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分享。好，然后这个是折纸缠绕哈，这个是30号吧，30号的线下的活动，哦，当场画的创作。哦，折纸缠绕是我非常非常入迷的一种创作的方法。那其实我还自己发展了蛮多种的，折纸方法跟这个绘画的方式。哦，那这个是没有在线下教过的哈，就自己发想的。那比如说像这一个，哦，这个也是我自己弄出来的，是不是很好看？我自己画完就超喜欢，哦，这张我也很喜欢，这也是折纸缠绕的一种，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课程，不过需要一些时间来录制啦，哈，就太忙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再来这一张，这个是一张有点像那个绿色哈，就是 kiwi，就是奇异果的那种绿色的一个纸砖。那这次这一张是完全用了白色的水样笔，
来做创作，这边没有用黑笔哈，所以看起来立体效果是不是很好？这个影片我已经录好了啊，那会安排在下周会放到 YouTube 上面，这个是免费的影片。那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建议哈，就是说你如果用黑色的纸砖，任何有色的纸砖也都可以用这样子的呈现，因为它的笔具是很简单的哈。那主要是它的阴影哦，这个亮面跟暗面，然后制造出这个叫做 embossing 的效果。好，很简单，可是效果很棒。好，那到时候再让大家看影片，大家就可以练习了。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还在忙的，就是我的会员影片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超级复杂的这一个缠陀螺，其实它很简单，我是会有拆解的步骤哦，就能够把它画成这种层层叠叠套在一起的一个缠陀螺出来。哦，那我这边因为主要它是要示范怎么画，所以我就并没有塞很多复杂的图样在里面啊。然后这一个呢，其实是跟这个有相关联的，这是另外一个小创作啊，到时候会集合在影片里面跟大家介绍。所以你看，我真的蛮忙的吧？还有画了一些其他小小的东西，那这边就不跟大家说了哈，主要是这几张。建议大家哈去看一下今天 Centennial 公司发出来的那个 blog，它是 Julie Willis 她所写的啊，她在讨论关于 No Mistake 这个缠绕画哲学，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个人深受启发的一部分哈。就是说，虽然说我们 No Mistake，可是并不代表 mistake 不会出现。mistake 还是会出现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去接受这个 mistake 或者是非预期的事件发生。哦，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有黑天鹅或者是灰犀牛事件，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其实像这次的地震，它就是一个它算是黑天鹅吗？有点像，可是它也是一只灰犀牛。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是在地震带，我们迟早会遇到很大的地震，它就发生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调试我们自己的心情，这一点很重要。OK，好，这个是新春老师的新图样，它叫做 Pretty Girl，中文叫做俏妞。我看着这个图样哦，真的觉得它好可爱哦。我是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花草图样哦，所以我觉得，诶，它又很可爱，而且很简单。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的画法。好，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同学也可以很轻松的画出来哈。那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练习一下看看。我们今天创作就会放这个图样，好不好？好，这个图样一开始哈，就是先画中间的一个圆圈，然后它是4个花瓣。那这个花瓣呢，就是头要大大的。诶，我好像画歪了，没关系吧。在每一个花瓣的里面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条哈，这样子顺着线条出来，然后再画下来。哦，它就会有这个花瓣这样卷过来的感觉。好，旋转我们的纸砖，顺着这个线条过来，然后往下，有点像在写七，可是上面这里要有一个弧度，上面这样子，好不好？再转一转。这样子好了以后呢，在右边哈，我们就画一条，它有点像光环线哦，可是是上面比较宽，下面比较窄一点点。
然后再来一个步骤是什么？再来一个步骤就是在这边哈，来画一条光环线，里面的光环线，这样子它就会显得这一条，它好像是一个折过来的缎带的感觉，我是觉得很可爱哦。新春老师太有创意了，非常棒哦。嗯，这样子就画好了哦。你看新春老师的范例哈，就是旁边还可以加一些牛毛草呀，或者是其他的装饰哦，然后加阴影。那当然中间就画一颗珍珠，新春老师是珍珠工厂，专门生产珍珠的。我们可以把它画成5个花瓣哦，或者是我们这个外围的这个花瓣的位置哈，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变化。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就很常画这样子的形状嘛，就有点像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像那个牙齿、臼齿，对不对？哦，然后如果说好是这样子，也是很好看，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就画这样子，它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嗯。那像你看像这一个我就画的不圆，有点三角形了，它也是 OK 的。哦，然后你看我这里哦，因为勾的上面比较上去了，所以它就会变成有一点从后面画的感觉。来，再画一次。你看哈，我这边我勾的很上面，对不对？它就会形成我最后这一笔画，它就必须要压在这一块下面，就这样子。它就会形成一种不同的空间感。OK，好好，我觉得这一个图样是一个很有趣的图样，还蛮好玩。好，大家练习一下，画画看。如果觉得 OK 的，就请在聊天室里面打个1，好不好？啊，明理姐真的是快手啊。Pete 说昨天有画过，好，大家都好快哦。好，OK。哎，我觉得我可能真的等一下要去用吹风机吹一吹耶，因为它蓬的太厉害了。我刚刚用了好多水。OK，没关系。好，那我们来用那个 Auto Raffle 的 App 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图样。我估计用连这一个哈，我们就3个图样就好了，不要太多，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太多图样。这样，帮去啊，帮去是图样吗？好像不是。哦，这个是 Marsolito，这是一个图样，我看看这是什么 Luvia 哦，这个图样比较难，我们可能今天不会用这一个。哦，Hirari 这个图样很好，这个是日本的 Midori 老师他所创的，这个图样我也很喜欢。OK，好，这样子我们就用这个跟这一个，用这2个好不好？这2个应该还蛮搭的，太好了，天意。好，这个是瑞亚 Massachusetts，哇，对不起，不会念这个他所解构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弄的。好，这个我应该有画过，不太记得了，很久以前吧。好，它首先呢是会有一连串的小圆圈，我就画5个，好不好？
然后它就顺着圆圈，以圆圈为左右开始的基点哈，就上下上下的这样子，然后再来也很简单，就光环线，对吧？可能画个看你的画面空间吧，画了个两三个就很够了。哦，那像旁边这边它也就是1、2、3，啊，这样子过去，哦，这样子这个图形就完成了。那它这边哈，它是示范说中间这一道可以涂黑，就中间这一条，涂不涂黑其实无所谓啦，这个就看你怎么的表现。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中间这一道，我们就画这个一串的圈圈，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应该也是可以，也是好看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好吗？诶，这一位上来打招呼的是马来西亚的同学，你叫做丽贤，对吗？希望我没有叫错。来，大家练习一下，OK 的话打1哦，谢谢。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个上面它有做一个圆形的示范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样再换一个圈圈，然后也是一样上下上下的这样子画。好，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不难，对吗？好，好多人都很快。美玲晚上好。来，再来这个 Hirari 这个图样，这个是 Midori 老师他所解构的，我没记错。好，这个图样呢，它可以有很柔美的变化。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会画，它是以左右拆开啦哈。那当然，你如果可以一笔画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就画这样子一个像 U 型开花的样子啊。老师麻烦的图案，这是什么？Pat 在说的这是什么？好，然后第二个步骤，图样名称。好，我先写这个，这个叫做 Hirari 这一个，然后回来这一个，稍等哦，哎呀哎呀，这个叫做 Mazorito Mazorito OK Mazorito Mazorito 好，再回到 Hirari 这里哈，我们画好了这一个花苞的这个形状之后呢，然后左右边，它在这边图示哈，它就只是画圆弧形而已。可事实上，我看 Midori 老师他在创作的时候哈，他经常这个是用那种抖动的线条这样子下来，我觉得是更好看。
哦，当然你直接只有画圆弧形也可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变化，更加温柔的感觉，好吗？然后呢，下一个步骤，你看它这边也就是上面就画一个圆弧，对不对？那也是一样，可以哈，就左右两边这边就跟上。你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抖动的线条，所以就说，不要怕手抖，我们有时候也会手抖哈，越抖越好看，就这样子很柔和的这样，很自然，好吗？那接下来的步骤呢，就是画一些装饰的线条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凹进来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哦，其实这个时候在画的时候有点像白菜，白菜叶子，我是这么认为。可是它是一个很美的白菜，好吗？哦，那这边的话有一些要从后面画哈，你感觉它是有那个包进来的感觉啊，那可以在上面哈，就稍微做一点加粗，这样会比较好看。这个是在后面的那一层，那在前面的这一层呢，也是可以这样子顺着这个线条哈，就是做一点点这种变化，让它有一些纹路在这个地方。哦，那它这里的画法是这样子，大家看得很清楚吧？哦，它是我就局部这样子哈，它是用这种圆弧直接圆弧下来哈，稍微有一点点顺下来这样子。然后呢，这些的线条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好吧？好，所以这个是圆弧版，这个是抖抖版。我个人比较喜欢抖抖版，我觉得它蛮好看的。好，那这个也请大家练习一下啊，Hirari 这样子，然后请给我1分钟，我去把它稍微吹干一下哈，不然等一下画出来，我这个一定会晕开，不管我用什么笔一定会晕开。我先去吹一下，好吗？1分钟就回来。我们画面的面积并不大，那我们就简单的开始，请拿出带针笔。我今天用的是 Pentel Point Liner 01这一支你用任何的都可以。平复一下我们被地震影响的心情。好，来，我们不画暗线了，我就直接开始来画第一朵这个花，这一个，先画一朵吧。那我会建议你不要画的太小。那我们画这一朵花，不一定要在彩色上面。好像你看我这个就跑出去了，对吗？我们今天没有画外框哈，所以就直接来进行创作。那我希望今天每一个人哈，大家都要放慢你的速度，因为我们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无论你理智上认为自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是事实上呢，很可能它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留下了一点什么样的痕迹，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我现在
做原画。我要顺着这边，我要来画这个图样哈 m a s o r i t o 这个图样。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从小到大应该都经历过蛮多次的地震，它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不管你是不是受灾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内心。缠绕画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一次一笔画，专注在方寸之间。所有的不安跟恐惧，就随着我们的画笔，慢慢越来越淡，越来越轻。当我们专注在创作之中，我们就可以忘掉那些恐怖的记忆。我们更可以活在当下，不需要去担心那些我们所无法控制的事情，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好，我目前先画这样子的线条，这边先不去收它哦，因为还没有想好这边要画什么。那我想要在这边哈，我就做一个加粗跟圆画。我这边想要再画一朵这一个，然后会画在这个位置，它就会跟它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哈，稍微有一点遮住，就会产生前后的关系，好吗？可能就稍微小一点，没那么大一朵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我要穿过它。好，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穿过它？因为我要把它看成中间这一块，它是空的，这一块是空的，它不是实心的，好吗？大家继续哈，然后我里面做一点原画来，等于是把里面的空间把它强调出来。
然后就要来画 Hira，对不起，Hirali 的一个图样。因为我觉得 Hirali 这个图样呢，它如果是一片扇形的话，会比较好看。所以我现在利用铅笔哈，来帮我自己做一个辅助。我现在想要画的是这样子，这样子，跟这样子，所以是一个、两个、三个，会有三个这个东西，好吧？然后请注意哦，它这是有压到这一个底下的哦，就从这里上来，在这个里面。好，请注意哦，我现在这些线条哈，我会有一些虚的哈，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手很轻，哦，不一定要从头拉到尾，这样子会比较自然一点。那在这种尾端的地方，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加粗。好，我这边的话，因为这个没有收，比较不好看哈，所以我从这边这样绕过来。好，这样就做了一个 ending 在这里。那这边会有另外一个 Hirari 这一个花哈，在这里，所以它会压在这个底下，然后上来。好，我稍微把这些外框哈，外面的线条做一些加粗与圆化，大家继续哦。因为它这边这样子一个扇形，是不是很好看？超漂亮的。来，我们这边再画一朵这个花哈，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哦，很喜欢。这一次我要画3个花瓣就好。
好，我们有一些空的地方哈，就画圆珠子就好了。你可以再按自己的喜好补上一些你觉得适合的图样哈。因为我老是觉得这边少一块东西，可是画什么都好像会太多吗？我就来画一个，因为这个图样哈，让我想到那个沙漩涡哈，sense wire，所以我现在要来画一个很类似的，就这样子。等于算是对于画面的一个补充。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些阴影哈，还有颜色的装饰。那我会使用，呃，我这个是一个5B 的铅笔哈，你用普通任何的那个怎么讲，硬度的铅笔都可以哈。那我首先是要把空的地方哈，暗的地方我要把它压下去，所以用铅笔就好了。那这一些这个 pretty 这个叫做什么？俏妞，它的这个里面空的地方哈，就直接也是画下去哈。如果你要全部涂黑，当然也可以啦，可是我不想用黑色，因为我觉得黑色比较沉重，我们需要一些轻盈一点的能量。在这个白菜叶子的中间啊，也有空隙。稍微用紫擦笔哈，把它匀一匀。好，我们先把珍珠画出来好吗？我们珍珠就用那个白炭笔哈，我们有好多个珍珠可以画，对不对？先用白炭笔把这些珠子先把它涂起来。好，有一些在这个白色的部分的话就不用涂了啊，因为等一下你涂了也是看不出来。我觉得这4个可以用我最喜欢的，没关系，我用这个蝴蝶笔这一支金笔，这支金笔也是我很喜欢用的哈，直接先画。这支笔它里面因为有闪粉哈，所以它的气质不太一样，它的效果比较闪亮。我们刚刚用白炭笔的画的这个些珠子哈，用棉花棒稍微擦一下，嗯，然后再用铅笔画下中心的这个黑点。
纸擦笔稍微擦一下。来，这个是 Uniball 的 UM153钛字哈，这个白笔，我们要来点上高光，画2个白点，小的就画1个点就好了。我用的这一支是 Jelly Roll 的08白色的水样笔啊，我要在这个花的这一个部分哈，我要做一些简单的装饰，就画一个光环线就好。用白笔，棉花棒。接下来我用的是普通的 HB 铅笔哈，我要来做这个图样的阴影，在这种有交叠的地方，可以稍微加阴影。这种尖角的地方，我们要让它有一点点高光的感觉，稍微棉花棒。好，这边这个忘记叫什么 Hirari 这一个图样哈，我要用彩铅来稍微给它加一点点颜色。那我不会用原本的那一组彩铅哈，因为我觉得它上色的效果会太重，所以我现在用的是辉博的这个红铁盒。那我就按照我这边啊，我这边这一块是偏紫色，这边是偏红色，这边有一点绿的吧，柠檬草绿色，我来选拿我的颜色来加。好，那我要加在这个里面哈，我就这个好像太紫红了，没关系，拿一个紫一点。就这样子，我的拿笔哈，就是从上往下这样子用力，然后这样撇撇撇撇撇，所以从这边是最用力，这边就手就很轻的上来，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换一个颜色。好，
粉红色。然后这边就用这种有点这种草绿色。那这些折进来的这个花瓣的感觉哈，我就用白炭笔，我希望给它一种有一点透透的感觉，所以我就把它涂白。可是没有非常用力哦，稍微让它变白就是了，不是非常用力的。嗯，然后棉花棒再来擦一擦。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哈，就是这个花瓣，它因为有折进来，所以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它左右两边要有一点点阴影，少少的。同样的，中间我们给它一点点白。这边颜色可以重一点，再加一点。好哦，差不多了。我觉得在这个金色上面哈，还可以再加一个高光点，哦，颜色上面再加颜色，给它亮到不行。哦，其实这个刚刚用5B 铅笔画的底下这个深灰色的部分哈，底下其实可以埋图样啊，可是我觉得那样子会搞得画面很复杂哦，就先不要，就这样子就好了，好不好？如果说我看看哈，我现在不确定，试一下效果。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Zebra Mineliner 的 Blush，我如果沿着这个边再强化一下它的效果，好像画更灰会更好看吗？哦，这个是我自己实验啦哈，你们可有可无，只是一个我想试试看而已。那这样子前面就不用铅笔了，也可以。啊，如果你还没画的话，等于说整个打底色就是打成灰色就对了。我用这种色笔画下去，对比更强烈，对吧？我们画缠绕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哦，没有对错嘛，是的就是对的。那要找一个地方签名，哪一个角度是最好看的？我觉得花朵向上生长好像蛮不错的，还是这样子，这个是我最原始的角度，维持最原始的吧，好不好？OK，随便啦哈，我这个就签名就躲在里头了。
今天的创作呢，是比较随意哈，那用的图样也蛮简单的。那我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技巧就是先上颜色，好，你上在底下，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放在作为底色的时候，你不管是用已经染好的纸砖，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就是很随意的用彩色铅笔做底色，那在上面呢画上图样。然后再根据你的图样所在的位置，它是什么颜色，你再去补充它的颜色就好。好，尤其是像这3朵，刚好它们的位置、它们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再用彩铅再去做一些加强。那其他的细节的部分呢，也是慢慢画就好，哦，不用太着急哈，找一些细节的地方慢慢把它补充起来，就会有一个很好看的作品，是不是？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一张创作的哈，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张纸的特性我没有掌握好，我用了太多的水，所以它现在有点皱皱的，没关系，这个压一压会平。好，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哈，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努力活在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我们会突然被老天爷登出这一个生命啊，所以真的感触还蛮多的，感触还蛮多的。那希望说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大家能够心情平静，然后慢慢的平复我们这种惊惶的心情，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我相信应该不会再有更大的地震了啦，至少在这一阵子哈，应该不会有，最大的应该已经过去了，好吗？好哦，那我们也快要11点了，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好不好？那最后请大家帮一个忙哈，你如果有看了我的 YouTube 的影片，请务必哦，就在我的影片底下哦，不管是按赞、留言、分享，一定要帮我的忙哈，因为我发现我最近的那个点击率好像是蛮低的，触及率比较低。那你如果说一个随手的小动作就能够帮助我很大的忙，它那个 YouTube 的演算法，它很需要大家的互动，好吗？谢谢大家哈，不用感恩我的创作，给我点赞就好了。大家平安，晚安，晚安，拜拜。